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9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退让了吗？并没有啊。那么我先解释一下，刚才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时间，我已经发生过3、4次这种情况啊，就因为准备我们的今天的主题，那么有的时候一头扎进去，然后抬头看一眼时间，好像到了，就赶紧就上啊。那么有点失误，抱歉，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刚才已经有好几百人在我没办法，如果我当时就开始的话，那就违背了我们直播时间的规则，所以我还是停掉重新开始我在这里重申一下啊，如果我搞错了时间，大家一定要提醒我。而且我以后也会是这样，如果我有搞错时间，我还会停下来，还是按照这既定的时间开始。所以大家留意，我们直播的时间不变一直不会变改变直播时间是一个媒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那么这个决定不会随便做出的这个或者说我们翻过来讲，直播时间不会随便改好吧，我们会非常稳定的进行下去。好，我们开始讲新闻讲新闻。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讲这个题目是我们对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观察。那么7月9号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他其实是国务委员级别更高一点，国务委员相当于副总理但是以前中国有好几十个副总理，所以不好看，所以呢就把这个副总理变成了什么呢？国务委员国务委员就相当于级别是跟副总理一样的，只不过他不叫副总理。那么副总理就限制在2、3个，然后后面有一堆国务委员。国务委员其实是把某一些部委部长觉得他这个部长很重要那么把他提高半级，让他做一个副总理这样的级别。所以中国有几个国务委员，公安部是国务委员，外交部是国务委员，国防部是国务委员忘记了，其他就不记得。反正你可以看到这几个部门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部长他就是国务委员那么王毅是国务委员。国务委员王毅在7月9号做了一个发言。他这个发言在这个发言当中，他这么讲，说中国无意挑战或者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中国对美政策保持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愿本着善意和诚意发展中美关系。这番话呢，大家解读呢，中国在当前的这个对外形势下，在调整它的对外政策。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好，中国其实王毅后来又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中国最近一段时间，那么陆陆续续就发出一些这样的信号发出这样的说法当然不是完全在转弯外界就会解读中国的对外关系是不是在调整，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当前比较关注的议题。那我今天呢就选了几条新闻来看中国的对外关系怎样第一件事，香港。那么现在中国对外的局势当中，其中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因素就是香港。那么造成现在中国的对外局势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香港那么香港通过港版国安法通过了港版国安法，实际上就让中国和对西方的关系出现了一个质的改变那么所以香港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这个观察点。那么香港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呢？香港开始抓人了抓什么人？香港有一个政党叫人民力量，他的副主席叫谭德志7月17号下午，在他这个工作的网络电台叫第100我有订阅这是香港的一个很 popular 的一个这个网络电台。他在停车场被警方逮捕警方在头一天晚上已经在他的住所
这在跟踪他，跟踪到第二天，然后就抓他，抓了他以后2个小时，宣布，指控他犯有煽动民众参加非法集会3个罪名。那么法院会在9月25号，开庭审理啊。那么谭德志是人民力量的副主席，做过电台的主播。那么他在上一期，之前不是有个民主派的这个立法会初选，他获胜，他会参加9月份的这个立法会选举，代表民主派，民主派的人士。那么在谭德志被捕前，有几位知名的民主派的这个人士宣布退出选举，因为他们有几个都是因为落选，在初选当中落选。那么之前这个特首林郑月娥公开说民主派的这个初选非法，触犯了国家安全法，看见没？马上就用上了。这是一个点，这是一条新闻，就是说你可以看中共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他马上就开始用，马上就开始抓人。在香港现在的另外一个观察点是什么？另外一个观察点就是 DQ，就是特区政府会不会 DQ 现在民主派的候选人。 DQ 就是取消他的候选人资格，disqualify 就是 DQ 他们的这个，就是取消他候选人的资格，以一些罪名，以一些理由那么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国安法，以国安法作为一个理由。那么其实现在西方国家需要支援香港的地方在哪里？2点。第一点，西方国家一定要尽快的派观察员去香港观察香港的选举。为什么？你可以看一下61万香港市民参与了这个民主派的初选，说明什么？说明香港人并没有放弃，也没有退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香港人既然没有退缩，也没有退让，也没有害怕，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那么整个西方世界应该给香港人足够的支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第一个支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官方一定要派，就包括欧盟，包括英国，包括美国，都要想办法组织一个观察团去监督香港的立法会选举。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做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就是民间力量一定要大力的支持香港人香港人的这种反抗。其中有一个核心的反抗，从现在来说香港的局势从现在来说就是支持香港人去选立法会，在立法会要让民主党过半民主派在立法会过半，这是中共最害怕特区政府最害怕的事情。他们越害怕的事情一定要让它实现。好，这是香港香港中共有没有退让？没有第二件事情，日本海上保卫厅公布7月9号到7月18日，中国海洋调查船大洋号在日本最南端的冲之鸟专属经济区进行海洋调查。大洋号它所在的位置是日本认定为这个专属经济区那么向海里投入类似观察仪器之类的物体，日本政府以违反国际海洋法公约提出强烈抗议。日本曾经用无线电和电子屏幕警告，要求停止调查。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这个我上次读错了菅义伟针对中国海洋调查船在冲之鸟专属经济区进行的调查指出
日本已经向中国方面提出强烈抗议，如果是进行科学调查，应该立即停止。我们会和相关省厅合作，毅然加以应对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啊，就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礁不是岛，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单方面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中国科考船在该海域作业是行使公海科考自由，不需要得到日方许可啊。中国在钓鱼岛海域已经非常频繁，就中国的海监船在钓鱼岛领域对日本渔船进行了非常频繁的冲击啊，这个目前非常的激烈啊，正在发生，仍然正在发生，只不过日本方面没有说。然后现在大洋号去了冲之鸟海域啊，我们先不说冲之鸟海域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只说一点，也就是它反映什么？反映中国在对外态势上面完全没有退让，他不会觉得他现在的处境，他需要往回收缩，没有收缩的迹象。会不会是反射弧有点长呢？有可能啊，反射弧有点长，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啊。那么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啊。我不在这里讲对错的问题，我只讲什么，就是说大洋号跑到冲之鸟岛去啊，那么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国的取态，它的取态仍然是一个扩张型的取态。印度那边到现在中印边界啊，到现在没有新的消息出来，双方仍然处于一个僵持的状态。虽然双方已经达成了退出接触啊，就是双方撤离接触的状态，但是那边的形势仍然是高度紧张，仍然是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印度的国防部长跑到这个边界去视察，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暂时的状态，不能够保证现在这个局势成为一个安定的局势啊，所以中印边界那头其实只是暂时稳定了一下，后面趋势发展不确定啊，所以你可以看啊，在几个热点区域啊，中国在几个方向并没有停下来。那美国怎么做的呢？啊，美国也很激烈啊。我们先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叫南海战略态势感知的这个平台，他们专门利用卫星啊，这个播报跑到南海的各种飞机的态势啊。当然，这是以北京大学的名义啊，叫海洋研究院做了一个这样的平台。这个平台在推特上面有账号啊，他们定期公布啊跑到南海去的一些飞机的情况。他发布一个消息是7月17号，美国空军一架 E-8C 联合星战场指挥与监视机位于这个。飞到了广东近海，然后抵近侦察11时距离广东的海岸线134公里啊，134公里是非常近的了啊，一下子就过去了，然后再折返啊。那么这是本周 E-8C 啊，就是这个飞机啊，针对中国大陆的第3次抵近侦察飞行。上一次是13号、15号啊，2次啊，沿着这个广东海岸飞啊。那么这个机型叫什么呢？这个机型叫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啊。那么搭载了美军最先进的这个对地监视、目标搜索和战场管理系统啊，堪称美军空地一体作战的中枢神经。那么这个飞机在防区外，
它可以在防区外，就是你防区在这里，它沿着防区飞啊，沿着防区飞，不飞到你防区里面去，就可以对地面目标进行探测、识别、分类，然后把数据传输到后面去，这就是一个侦察啊，侦察。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7月17号上午，美军 E-3B 啊，叫望楼的全天候空中预警机出现在台湾以南的巴士海峡上空啊。那么 E-3望楼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预警飞机，全天候远程空中预警和控制啊，那么可以监视飞机和无人飞机啊，还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空中管制和指挥的能力啊。那么也就是说，同时大家知道有2艘啊，这个美国2艘航母现在正在南海进行这个军事演习，所以美军在南海的活动非常的频繁啊。我们有一期节目啊，最近有一期节目讲，川普总统是要把南海变成下一个热点啊，变成下一个热点。那么有一个很奇怪的新闻啊，这个新闻也是很奇怪，就是美军有一架 C-17 啊大型运输机，这个运输机有多大型？基本上现在最大型，应该是最大型。它最大的起重重量是265吨啊！这架飞机从7月18号上午的11点，从这个日本的加首纳空军基地起飞中午11点，在香港国际机场降落，然后呢1点半起飞，飞到哪里去？飞到了这个马尼拉啊！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动作。他是要撤离吗？不知道，我们现在不清楚，只知道有一架飞机啊，就是从日本基地空军基地飞到香港，停留了2个半小时啊，停留2个半小时，再飞到了马尼拉啊。那么日本这边也有一些动作啊，日本政府除了宣布支持美国的南海宣言，就是指中国在南海的所有的这个领土要求、领土主张非法之后，日本表态支持美国立场啊，这个不意外。那么今年他4月份，日本政府宣布拨款资助日本企业从中国撤离啊，这是脱钩的一部分啊。那么今天这个日本产经省周五宣布有87家日本企业从这个中国撤离啊，他宣布了这个撤离的名单，这些企业总共获得6.5亿美元的补贴啊。那么这个87家企业当中有57家把产业链从中国撤回，就是87家里面大部分是撤回日本本土，那么另外有30家迁到什么越南、老挝啊这些地方去啊。那么撤出中国的企业大部分是从事做口罩。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夏普，还有就是光学仪器制造商 Hoya， 这是很有名的这个品牌啊。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生产飞机零部件、汽车零部件、化肥、药物和纸品啊，日本的这个制造商啊，那么大部分是回日本，有一部分是去了东南亚。这是日本的行动啊。那么昨天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又做了一番对中国又做了一番讲话啊，大家记不记得啊？最先出来讲中国议题的这个阁员，川普总统的阁员，第一个是谁？第一个是 FBI 的局长。FBI 的局长上来就讲，每10个小时就有一个中国的间谍案立案，每10个小时。现在他的手上有3000个 case，3000个中国间谍的 case 在进行当中啊。所以你想一下，这是第一个出来表态的是 FBI， 跟着是商务部长，然后前天是
司法部长啊，今天是国防部长啊，昨天是国防部长，国防部长逐个你可以看这个川普总统的阁员逐个出来表态，表什么呢？表他们对中国的认知看法。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舆论战啊，这是个舆论战啊。那么，国防部长 Esper 他怎么说的呢？我跟大家讲一下，我都会讲一下他们的陈述，因为他们的陈述很重要啊。他们陈述两件事，第一个反映了美国这些高官对中国的认识。大家来看一下，我上次讲司法部长巴尔的这个讲话，其实讲得很有历史感。他的那个讲话其实反映什么呢？反映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已经开始慢慢的聚焦了啊，已经开始慢慢的聚焦。我们说西方对中国的误判，你可以看到这个阁员的对中国的表态，已经这个误判正在被纠正啊。那么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中国有取代美国的野心和条件，因此中国是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必须认真应对中国的威胁啊。他就任国防部长1年来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贯彻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啊，这个战略就是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啊。Esper 说，我们正处在大国竞争时代，这意味着我们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是中国，然后是俄罗斯。但中国的麻烦更大，因为中国有足够的人口和足够大的经济体来取代美国。我和任何了解中国的人都十分清楚，他们有取代我们的野心，肯定想在地区内取代我们，最好是在全球舞台上取代我们啊！中国希望改写2战以来的国际秩序，包括美国珍视的个人主义和民众的选择自由，美国重视的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和集会自由啊！一个崛起的中国，并不让美国的领导人担忧啊！这句话很重要啊！一个崛起的中国，并不让美国的领导人担忧，但一个在中共统治下崛起的中国，就让美国担忧啊！这个话说的很有技巧啊，也很有说服力啊！他们把党置于首位，中国军队对党忠诚，我们的军队宣誓保护宪法。我们和中国的志向不同，整体价值观不同。如果我们不意识到中国构成的长期挑战和对我们构成的威胁，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生活的世界和我们的期望完全不同。这个话讲得很有力量哈，很有力量。所以你可以看川普总统的阁员一个出来表态，什么意思？他们正在进行一场舆论战啊，舆论战，把中国的威胁一步一步的端到美国人的面前来。这有两个意图，第一个意图，为他后面采取的一系列的制裁和对中国的政策提供理据啊，一个民选的政府，他做任何的一个动作，他必须有理据，他不能够一拍脑袋我就去做了，那不行，他一定要得到民意的支持啊！民意的支持怎么去得到民意的支持？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你要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这个理据在哪里？这些阁员出来讲，就是把这理据讲给美国公众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引导舆论关注这个点，关注这件事情，因为他做这些事情，如果美国民众根本不关注，他就不觉得这件事情有必要，也不觉得这个政策是合理的。那么这个阁员一个出来讲，媒体报道，然后舆论就开始关注这件事情，跟进这件事情。
当媒体在关注跟进这事情的时候，美国民众就会关注这件事情，民意就开始改变。其实民意是跟随媒体去走动的啊，变化的。媒体是什么？媒体是公众的眼睛，就我看到哪里，公众就看到哪里，因为公众是通过媒体去观察这个社会的，所以新闻自由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什么？新闻自由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媒体一定要足够多，开放市场，让所有人都来做媒体，媒体足够多，才能保证这些媒体不被控制。有些人说啊，这个媒体是谁谁谁的，那个媒体是谁谁谁的，这个媒体是左的，这个媒体是右的。其实呢，老实讲呢，媒体有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有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那一定有。但是大家要知道，媒体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啊。如果这个媒体它失去了它的公正性，其实它很快会被公众抛弃。但是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公众本身是有倾向的，所以媒体的倾向大部分的基于什么？大部分基于他的观众或者他的受众的倾向而倾向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完全是媒体的倾向的问题，它某种程度上是什么呢？它某种程度上是媒体在迎合一些受众的倾向，它变得更加倾向这个方面，但是它不能够让它的政治中立性受到损害。如果它的中立性受到损害，其实它的市场地位就有问题，它就活不下去了。如果它已经被所有人都被标签，哎，这个人是偏向的，那就完蛋了。所以当然中国人对媒体的看法受中共的影响，就是觉得一定是有倾向性的啊。这我们从小受教育，受的什么教育？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啊。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些爱有些恨就是无缘无故的啊。所以在媒体上面呢，就是它必须保证某一个准星，超出这个准星，它就会被淘汰。所以我们能不能相信美国的媒体？我觉得有两点啊。第一点，大家多选几个媒体看啊，这样防止我们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也要保持警惕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必须多看几个啊，不要只看一个，看一个永远是不全面的。好吧，我们今天总结一下啊，从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啊，虽然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出来做一个宣示啊，就说希望发出一些信号啊，希望美国能够保持冷静啊，不要对我动手，我没有这个意图。但是中国手上并没有放软啊，中国在对外的这个扩张的这个步伐并没有停下来。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标题是什么？我们今天的标题就是中国退让了吗？并没有啊，这是一个结论性的东西。那么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对中国这方面的取态的对这方面取态的一些观察啊，随时我们会向大家播报，好吗？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啊，这样方便我们整理。我们在互动的时候会更有效率，我可以把更多的网友的观点和问题提出来或者回答，好吗 ？OK， 那么希望大家尽量的配合，好吗？不聊天，好吗 ？OK， 明谢。
Melrose Y 谢谢打卡澳洲，超级喜欢王老师的节目，谢谢啊。Patrick 长谢谢啊。那么观点，中共没有守信的概念啊，靠骗人起家，怎么可能守信啊？当年在东北，林彪被孙立人快打出国境，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说 stop， 说美国反对中国进行内战，结果中共名义上谈，实际上恢复元气，再次进攻，东北沦陷。中共所谓的放软就是在欺骗，突然打了一圈，发现不行，那行，先认怂，等一个合适自己出手的机会下死手。在外交上也是一样啊，装无辜，装可怜，抹眼泪，同时掏刀子，等着直接捅进对方的心脏。非常正确，我也是这么看。今天凌晨，安徽锄禾两处堤坝炸开了口，人少经济差的地方现在又要被牺牲了。中共就是经常这样啊。安徽，我印象中江西也开始扒这个堤坝了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如何促成观察团监督香港选举这件事情？感觉难度很大，允许去武汉查病毒源头都尚且不好实现，何况香港肯定 CCP 肯定百般阻挠。应该当然我知道这件事情肯定不容易，但是就是越是不容易越要做啊。就像这个武汉这个调查多不容易，对吗？但是不是还是去了嘛？啊，关键是要让这些事情发生，我觉得是这样啊。观点，内地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回顾苏东共产党垮台历史，就会明白堡垒被攻破源于统治者内部的分歧，埋葬中共最大的力量只能是中共自己。这是一家之言啊。提问，工会是苏联建立的，为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工人优越性，现在中共的工会完全是向着资本说话，工人的福利比资本主义国家还不如，这种共产主义为何还存在？它还叫共产主义吗？曹德旺到美国要求取消工会，真是讽刺啊！工会其实现在中国的工会其实是政府的一个工具而已啊，它已经不是正常意义的工会啊，这是第一个，它已经不属于工会的属性啊，它没有工会的属性啊，这是第一，它只是叫工会啊。那么工会是苏联建立的吗？当然不是啊，工会不是苏联建立的啊，应该是在欧洲吧，我印象中啊。情况我记得小时候老家这边有很多国有企业下岗，天天都有下岗职工闹事，记得当时警察都不敢管，警察来了一样被打。每天政府聚集着一群人，当时觉得 CCP 其实控制能力也就那样，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这种景象我再没见过。现在是各种监控设备直接就能找到你家的里头，而且满大街警察，感觉警察人数也翻了好几倍。我突然觉得从内部推翻 CCP 真的很难很难。我们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就在想什么呢？我就脑子里在想一句话，那你想说什么呢？推翻中共很难，那我们就大家束手就擒吗？是这个意思吗？啊，你看已经连续几个人在讲这个话啊，所以那苏联肯定比中共更强大，就是当时的实力啊。苏联其实实力是非常强的，那个时候苏联跟西方国家是可以叫什么？可以对抗一阵子的啊。它是综合力量非常强，军事实力啊，首先是军事实力它非常强。那么但是苏联最后还是崩溃了啊，所以我不觉
我不觉得中共有那么强大，但是中共肯定比某些人讲的要强大。在海外有一群人喜欢讲中共马上就要倒台，3个月之内中共就要倒，我是非常反对讲这件事情就是我是非常反对这么看中共中共比大家想象的要强大，但是中共也比大家想象的要脆弱。就是我经常讲，西方国家其实对中共是高估了高估了中共的实力中共的脆弱性，它有非常明显的它的系统，中共的系统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就像你看到的这样，它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它的优势在哪里？它的优势是中共把中国社会打成一片散沙就是非常敏感的把大家拆开它中国快变成一个元朝时代一样，就是5个人聚集都不让的了，我估计是这样就是说它其实是用的是封建王朝时代的育民术，就是让社会分散让社会不能聚合，不能结团。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中共第一件事情做的是把社会结构全部打散。第二件事情，为什么他使劲的搞监控，搞什么健康码，搞什么实名认证，各种实名认证是什么？就是要把个体从人群中拎出来，那你就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为什么？只要他能够把人从人群中拎出来，他的力量就成百上千的提高。你想一下，人群保护自己的最重要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在人群当中。所以隐私重要在哪里？隐私我们讲过，隐私就是个人保护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我讲的比较少，就是防止政府从人群里把你拎出来。政府如果有能力把你从人群中拎出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必须单独面对它，那你是完全脆弱，完全没有自保能力的，对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就做了这些事情。但是中共有一样东西，它有巨大的缺陷，这个系统，这个缺陷是什么？这个缺陷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什么？就是它的这种独裁系统。这种独裁系统很有效率，因为没有人阻挡它，我想这么干就这么干，而且能干成，只要我有钱就行。所以中国经济成长是帮助什么？帮助了独裁系统的强大壮大了它的独裁系统。但是独裁系统有一个非常脆弱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最顶上的那个人，他那个人脑子发疯的时候，他的系统可能会崩溃，就是这个系统非常的不可靠，因为它取决于什么？取决于顶上那个人。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观察什么？我们经常要观察人民日报，习近平会不会出来？有没有出来？习近平是不是很长时间没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整个的独裁系统基于一人，就是顶上的那个人，底下的人都不敢动底下的人都不敢动，就听顶上的人，顶上人不动，底下人不敢动，所以他的效率很高，但是效率又会很低，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够低估中共的实力，中共的实力比那些就是有些人讲的一隔着就死的那绝对是对中共的误判。所以我经常讲，中共比你想象的强大的多，道理就在这是一个反动，对这个判断的反动。但是另外一头就是大家也要看到中共的脆弱性，当然我没有全面性的陈述还有很多，其实它的脆弱性也有很多，就是他的这个思想意识的落后他们的大脑还生活在清朝明朝，他们现在治国的理念还是明清时代的这种育民术，它很落后，非常的落后。就是落后的意识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时代脱节，
他就会做出很多荒谬的事情来。这种荒谬的事情，老百姓虽然嘴巴上不敢讲，大家心里笑翻了天，经常遇到的情况是这样，所以只能压服大家，并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你看，美国是一个分化的国家，非常分裂，但是美国人如果能在某件事情达成共识的时候，这个国家力量非常强大。为什么？它的力量并发来自于人心，这就是两者之间本质的差别。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把中共夸大的好像它不可打败，不是的。共产党它是可以被打败的，不仅仅是会被内部打败，它也会被外部打败。共产党真的打胜仗有几个胜仗？共产党没打几个胜仗没打几个胜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情况。昨天曝光蒙牛、伊利、黑木的王小七被上海公安请去喝茶，今天放出来说是了解情况，他的微信公众号被封锁了，现在敢于公开发声越来越难，人身安全越来越没有保障。越是这么疯狂的时代，越说明什么？越说明当政者内心的恐惧，就是当他越是疯狂的去压制不同的声音的时候，那说明他没有自信恐惧，内心是非常恐惧提问：中共为什么不接受退让这件事？一切对外策略要始终如一的野蛮强横，中国民众似乎也无法接受国家妥协和退让退让这件事情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其实他从出生到1949年，他处于战时状态然后中共建政之后呢，其实他一直没有脱离他的一个战时状态。中共其实到现在他都不像一个执政党，他像什么？他像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党处于战争状态，他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他为什么会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就是从毛泽东开始，毛泽东这种斗争意识其实就是战争状态。那么这种战争状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氛围呢？战争状态的政治氛围就是要动员，持续处于动员状态。那么这个组织处于动员状态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越激进越被支持，越受拥戴，就是他会朝着更激进的方向跑。因为我处于战争状态嘛，我处于被攻击的状态嘛，那我当然要激进一点激进一点是个合理的取向所以他的这个国家形态也好，政党形态也好，它都处于战争状态，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战争状态让大家会处于激进的取向。如果你激进了，你怎么退让？没办法退让，不能退让。所以中共习近平上台就讲两种意识，一个是斗争意识这斗争意识我刚才讲了斗争意识。第二个底线意识。什么叫底线意识？我不能退，我一退就崩溃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打仗嘛。就是这个，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既然你处于战争状态，斗争状态，那就他对民众就开始进行这种洗脑，朝着这个方向洗脑，洗着你洗了10几20年，你的取向也是激进的，你就没办法妥协。所以你可以看现在的中国人，你看到中国人经常在这个为了一个位置为了一句话就打起来，打死人的多少这种情况？为什么？就是这种洗脑把大家洗得很激进，这种激进的状态就是处于好。
所谓激进呢，另外一个词就叫好斗，就是非常的中国民众就非常的好斗，好斗啊，就是战狼啊。战狼是什么？战狼其实就是好斗的一个代名词。那个中国外交部它的形态就是战狼，战狼就是好斗。那好斗能退让吗？也不能退让。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因素形成啊。情况，安徽因为经常被当作洪灾泄洪池，所以安徽永远会成为贫困省份，因为没有人敢去投资建设。提问：中国军队实力如何？如果有那么一天，会不会是共和国卫队的翻版？共和国卫队不好说，真的不好说啊，因为中国，但是有两点啊，中国的军队，第一个，他吹牛啊，这个我毫无疑问，我认为中国在军事实力上是他吹牛啊，这个第一个没有疑问，所以中国军队的实力啊，在他自己陈述的部分，你打个3折吧，打个3折吧，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国军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将领的问题啊，将领的问题和指导思想的问题。第一，他是党卫军，人民军队忠于党，这个话讲不通，逻辑上讲不通。人民军队应该忠于人民啊，怎么会忠于党了呢？党要忠于人民啊，人民才是一切的根本啊。这人民军队忠于党这个口号本身就讲不通。人民军队，你既然是人民的军队，你凭什么去忠于党了？你应该忠于人民才对呀，这就不对。这党卫军这个属性在这里就决定了，它是一个，它就没办法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谁而战的问题。一个军队，它不能够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怎么战？这是第一条。我觉得中国的军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它的定位、它的属性没搞清楚，它的战斗力，你怎么跟大家解释啊？你怎么跟大家说服这个部队的人，你要去打仗？这是第一个，为什么而战？讲不清楚，这第一条。第二条，你怎么样得到人民的支持？这人民军队忠于党，你这个逻辑就讲不清楚。那为什么老百姓要支持这个军队？你看看美军，你看看美军在美国得到的尊重，那美军一来，你就任何一个军人，你到一个场合，大家会就是对你非常的尊重。你只要是穿军装的一来，大家都会非常的尊重。为什么？这是我们的军队，这是保护我们的军队，这是人民的军队，这是捍卫宪法的军队。你刚才埃斯珀尔讲得很清楚啊，你说人民军队忠于党这件事情，首先属性上就有问题，第二个你就没办法说服你的部队，也没办法说服你的人民支持你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腐败，部队的腐败比地方的腐败，地方中国现在的腐败情况，我觉得登峰造极不过了吧，不过分吧？中国现在的腐败的这个水平已经达到了绝后不敢说，空前是没问题，古今中外空前没问题啊，绝后不好说，这是第一条。中国地方的腐败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中国军队里面的腐败是什么程度？地方腐败乘以10吧，乘以10就是这个情况啊。为什么？在一个军事组织当中，权力没有任何的障碍，而且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一体化的管理，所以在这个系统里面，只要上面腐败，下面一气完全没有阻挡。所以你想一下，在各个指挥岗位上的将领都是掏钱买来的位置，你想想是个什么战斗力？这是个什么战斗力的部队，对吧？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那这个军长花钱买下来的这个岗位，他还得从底下掏回来，然后他还得从底下的人把钱收回来。你想想，一级一级下来都是这样的人，你怎么打仗？你怎么打仗？你说中国军队的实力是什么实力？这种情况。但是中共对军队的控制，那不是共和国卫队可能比的，所以共和国卫队翻不翻版不好说。所以我们可以讲，你看中共现在对中国的这种控制，中共对中国的控制，其实是这个思想意识还停留在明清时代啊，所以他对军队的控制非常的严格到了什么地步？就是你调动一个很小的部队都要中央军委批准，它是不能动的。中国的军队是不能动的，没有中央军委的这个指令，任何人是指挥不了动不了这个部队的啊。所以你可以看，中国的部队是死在就是钉在原地不能动的，不能动部队的啊。所以他的战斗力会怎么样？所以你想，这个纳粹进攻苏联的时候，苏联一开始一接触一溃千里，一溃千里是什么情况？那就是被冻在这个根本就是一口气俘虏了100万苏军，100万苏军的俘虏，什么概念？所以，好吧，我们不说了，这个不展开了，好吗？提问，请问王 Sir，官方承认三峡大坝变形渗水 ，CCP 承认这个问题会不会代表着大坝有溃坝的可能性？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官方承认三峡大坝变形渗水的这个消息，但是所有这个消息都没有消息来源，所以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官方承认啊，因为没有消息来源，也没有媒体，也没有人说，只是有一个人讲，中国官方已经承认了，但是我还是不认为这个消息是可靠的啊。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没有收到可靠的信息，让我给三峡大坝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的信息啊，这个信息不够，就是有可靠的信息来源的信息不够啊，所以我没办法做这个判断啊，抱歉。情况，全球最大游戏平台 Steam 要出中国版了，在中国版里，99%的游戏将被阉割审核，中国玩家集体暴怒，被舆论控制下压下去，中共连容忍一个游戏的自信都没有，所有和意识形态有关的东西，他都非常小心的进行审查，这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啊！我不明白这个 Steam 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动作啊？提问，请问王先生怎么看中国人这一身份认同？土匪利用中国人这一身份认同做坏事，我们是否应该抛弃他？中国人这个身份你抛弃不了，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身份认同其实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的问题啊，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是别人怎么看待你的问题。所以身份认同是2个层面的问题。你说我不想认我是中国人，没有用，因为别人还会认你是中国人。所以这一身份不能够抛弃啊，无法抛弃。它不仅仅是血缘上的，它还有历史上的，它还有文化上的啊，有很多。当然，首先是政治上啊，政治上什么叫政治上？就是我是个中国人，我来自中国，我跟 CCP 是有关联的。那 CCP 在中国人之间这个定义下面装了很多他们的私货啊，这个没办法，很多人是根据 CCP 定义的中国人来认知我的。我能改变这件事情，我改变不了这件事情，改变这件事情要很漫长的时间啊。但是，所以中国人这个身份，第一个定义是政治啊，然后其次才是什么？才是血缘的、地理上的、历史上的、文化上的等等一系列的啊，才是其他的。你能抛弃它，我不觉得你能抛弃它。你也不应该抛弃它，为什么？因为这真的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啊，好吗？
情况，三聚氰胺后，蒙牛伊利这两家早该破产的无良奶企继续作恶，往牛奶里加尿素投毒，还不让人说。国企嘛，国企啊，在中国能做大恶的，就是做最大坏事的人，一定是国企，没有别的啊。其他的有没有私企、外企作恶？有，但是能做成大恶的都是国企啊。观点：为什么中国民众不愿意退让？你看了厉害了我的国，看久了你就会忘记什么叫退让。情况：中共现在正在加紧洗脑，高校搞政治的搞政治的通通提薪2000，增加这些人的坚定信心。很多工科老师都很不待见，也不敢站出来说。观点：谁说我们没有对抗能力？不去听信中共言论，谁说我们没有对抗能力啊？不听信中共言论，不买理财产品，不买股票，理智看待五险一金，别太相信，把自己的财富好好的放在自己手里，不给中共拿走的机会，这些都算对抗方式啊，非常正确。观点：中共现在就是擅长把个体从人群中拎出来针对。香港目前中共无法做到，就好抗议，抗议完直接散去。观点：肯定是会灭，中共跟病毒一样，迟早会消失，而且是一瞬间。原因是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就像以前苏联、希特勒、拿破仑等等想统一世界的人。OK。观点：罗马帝国也有很多人认为不会倒啊，可是历史证明了，美国如果制裁党员入境，绝对会分化 CCP， 内部消化分歧。如果美国再鼓励党员举报可以量刑对待，那就是加速了，呵呵。提问：明天系被接管只是政府缺钱的问题，还是高层内斗白热化的表现？明天系其实很复杂，非常复杂。那么很多人说这个明天系只是那个老板叫什么什么振华啊，忘记了啊。他只是权贵的一个白手套等等啊，有很多很多的说法。那么当然，这个我倾向于理解一个事实啊，你在中国，你把生意做大有多大呢？不大你生意做超过1个亿，你就必须跟政府肖建华，有些人就讲肖建华是白手套啊，有没有可能？有可能非常有可能。为什么？因为你想一下，在中国，你生意做超过1个亿，你必须找一个政府里面的人做你的后台，你才能够做下去，否则你就会被人肢解，或者你整个企业就被人抢走这种事情，当然这种事情主要在北方发生，南方少一点，但南方也不是没有发生，南方也会发生就是你做不大，就是如果你没有政府的背景，或者是政府官员给你背书，或者是你和政府官员结盟，甚至跟他们合伙，你没有办法把这个企业做大你做大以后也不容易守得住。就像你像京东不就 CEO 从这个法人代表都变了，就说明什么？说明就是在中国这个权力对中国社会的这种渗透控制，权力已经它异化成为一个独立体，它和社会已经对立起来了它已经对立起来了。所以那你想一下，这个明天系肖建华他能把生意做到数以万亿这样的级别，那你想想，如果没有
没有这个政治局常委一级的支持，他能做那么大吗？你说说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那政治局委员我都觉得不一定能够支持得了，那政治局常委一级才行，才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你要知道，动用那么大规模的资金，那钱从哪里来？不就是六大嘛，就是工商、建行、这个中国银行、这个农业银行，然后现在再加个交通银行，再加个邮政储蓄银行，这六大银行才能提供这么大规模的资金给这些人来这种级别的操作。如果不是这种级别操作，他怎么扩张到这么大？不可能的事情。你肖建华才几岁，你想想。所以明天系，我认为，你们基本上你们的判断是对的啊。你看到的只是一个表象啊，应该内部的是这个中共高层的内斗的结果，怎么斗我不知道啊，我也不说啊。但是有一些江湖有很多传言，你们上网一搜大把啊，你们自己去看吧，我不说了啊。我不说无法证实的事情，好吗？观点：香港警察和市民的比例比美国多1倍，香港连枪支都没有的地方，香港治安真的很差。OK， 观点 ：CCP 只有我们尽量的不要说反话啊，因为我们说的反话不一定别人能够理解，好吗？CCP 只有一个逻辑，只有它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只有跟他一致才能得到他的认可，不然就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需要悬崖勒马。现在他就不断的在强化这个逻辑。逻辑荒谬的是，很多体制内的人真的认可这个逻辑。中共垄断的是什么？中共垄断的一样东西。我为什么经常讲中共是文化的敌人啊？为什么中共是文化的敌人？原因只有一个，中共垄断真理。什么叫垄断真理？就是中共它有一个逻辑啊，或者是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是什么？我掌握了真理，我掌握的才是真理，或者真理已经被我掌握了，所以你们要听我的，因为我手上有真理。所以中共就垄断了真理。那你想一下，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对真理的追求。如果他手上真理跑到中共手上的话，那你怎么还有文化呢？那就没有文化了，不需要文化了。所以中国怎么可能会有发明创造呢？中国怎么会有创新呢？不可能有创新，因为中共已经掌握了真理，真理已经在中共手里，你跟着他走就行了。你为什么要创新？根本不需要创新。所以中国，你说中国要发展教育，发展这个创新产业，那都是缘木求鱼啊，对吗？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垄断了真理。当他垄断真理之后，这个国家变成了什么？这个国家就变成了监狱了嘛，你都不用追求了，那不就变成监狱吗？啊！提问：目前已经换汇3万美元在工行的外币账户，准备给自己明年春季支付申请留学的费用。请问王老师，拿到学校 offer 后，是否可能因为中美冲突被银行找各种理由限制汇出学费？是否需要提前准备？我真的不知道他会不会这样干，我真的不知道。这第一个。第二个，好像目前还可以就是留学还可以汇款出去，好像我看到前面的网友的留言，应该是还可以做的，但是各个地方又不同，各个银行又不同，是吧？所以，我没办法回答你啊，抱歉啊，我还是提醒你一句啊，就是4大5大不要存在里面了啊。因为他们会不见的，那么钱经常会不见的啊，小心一点就是了啊。情况：中国电信5G 创新中心解散了，据称直
职责人员还归原部门，是没有美国芯片，全是画饼扯淡啊。OK， 好吧。中国电信怎么会有创新中心？这不太扯了吗？可否请王老师评价一下，美国现在对外欠下十几万亿美元的外债，是否影响美国现在在国际社会以及中国对峙的实力？美国的债务啊，美国没有外债内债之分，为什么？因为美元就是硬通货啊，所以美国没有外债内债之分。很多国家出问题啊，金融出问题是什么？就是外债出问题。你比如说，98年的泰国啊，泰国的泰铢被狙击，因为它外债很多，它要兑换外债去兑换外汇去还债。那么你大量的兑换外币，那你本币不就贬值嘛？就贬值的压力，所以这个狙击手就狙击泰币啊、泰铢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很多国家它外债对它影响很大，比如说中国的外债对中国影响很大，因为你要换成美元，你才能还外债，否则的话你就是违约啊，那就是国家违约。那么如果你无法兑现的话，就是国家违约。国家违约，你的货币更要崩溃的啊，更完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那么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要控制自己的外债。但是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是不考虑外债和内债的，为什么？谁？就是美国，因为他借的就是美元啊，他借的债就是发行的国债就是美元。那么全世界把钱去借给他，他借的就是美元，他不需要换成外汇还大家的钱。而美国又有一个联邦储备局，它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是发行货币的。但是中央银行何必发行货币给政府，让政府去还债？不行，美国不可以这样做，所以不存在这件事情。但是政府借的债，政府自己就要还，政府自己拿什么还？收税啊，他拿收的税来还大家的债。他为什么能够发行出去？如果他还不了这个债，他债发行得出去吗？发行不出去。那么或者是他还债能力没那么强的时候，他能不能发行出去呢？他能发行出去，但是呢，利率会很高啊，就大家觉得我风险成本比较高，我的借给你的钱就要比较贵一点啊。所以，但是你可以看美国的国债利息高吗？利息非常低啊。为什么利息非常低？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银行利息低啊，债券的利息也会低，这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你发行债券的信用比较好，风险成本比较低，那利息也会比较低。那目前来看，美国政府的还债能力还是不错的，所以它利息也是很低。所以有没有实力？很有实力，实力非常的大，所以它不影响嘛？影响，为什么？因为你要还呢，这会有影响，但是影响没那么大啊。就是拿美国的国债的规模来说事儿呢，也可以说，但是能说的不多啊，能说的不多啊。哎呦，我们时间过了好多了，我看一下，念不完了，最后一个吧。好，说个情况吧。军队超级腐败，我原来的同事嫁了个总装校官啊，立马消费升级，全身换装，从几百块单价升到奢侈品档次，2年内买了两辆车，3套房，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弄到的北京车牌。当然，这些财产不会挂在他们夫妻名下。部队的腐败，我都说地方腐败乘以10啊，所以他能打仗吗？我是不相信啊，我是不相信啊。明谢积极成，谢谢王老师好，可以分析一下川普发动热战争取连任的可能性吗？现在没有热战的迹象吧？我不觉得现在有热战的趋向啊。为什么？
我一直讲过啊，中共快速垮台的，一个方式就是打仗啊，打仗啊。那么中共其实比谁都明白，他不能打仗，打仗他可能垮台，他内部的这个独裁系统很强大啊，很强大，目前还找不到对手啊。但是如果他打一仗就不好说啊，打一仗可能他就垮台了。所以中共比谁都清楚他不能打。那么如果他不能打的话，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共其实在某些领域，就你比如说像在南海这个议题，为什么川普总统在南海把南海变成热点？我就觉得川普总统也觉得在南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为什么？实力太悬殊了，你怎么打嘛？你说，就说美军真的把十个航母战斗群调到南海去，然后再联合这个日本跟英国，那你说十几艘航母在南海怎么打？你说就辽宁号训练舰加上个山东号，那在海上飘的烟过来，那不是活靶子吗？所以这个我觉得我目前我看不到。之前说可能这个习近平会为了他的政权去武统台湾。大家知道，我前一阵子看的消息说，台湾已经有美国驻军了，已经有美国的部队了啊。当然部队数量不一定很多，但是美国的部队在那里是毫无疑问的了。那你怎么打？所以这个也不好打吧，是吧？一不小心把美军打死了怎么办？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热战的可能性不大啊，热战可能性不大。但是啊，中印之间是有问题的啊，中印之间要小心啊，有可能啊，就是他双方之间的这个现在的态势是稳定，但是双方还是有这种态势啊。南元峰 Hiroko， 谢谢打卡横滨王先生，中国抗议说冲之鸟是礁石的新闻，昨天油管日本 ANN News 频道有报道啊，该视频8.3万观看，200多个赞，将近1000个彩。下面评论 top 几条高度赞赏，说中国在大海中造一对人工岛，竟然有脸抗议我们。总共1000多条评论，一言扫全是愤怒。OK， 好吧。Samuel， 谢谢提问，请先生聊聊美国疫情，以加州为代表的重新封城，以及佛州、德州为代表的死也不封。那个政策到底谁是对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不了解情况，最近没有关注美国的疫情，因为我觉得美国的疫情，第一，我觉得是有被媒体夸大的情况啊，有夸大的现象。第二，为什么会出现2次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跟前一阵子的这个社会运动有一定的关系啊。但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最近没有关注，我关注点还是围绕着中国展开啊。CW， 谢谢老柯，谢谢观点，大陆人民不彻底放弃家国情怀、大一统的观念，就得不到彻底的自由。家国情怀、大一统是中共控制思想和形式的逻辑利器，海外华人也未能免疫。这不仅仅是中共了，大一统跟家国情怀其实是整个封建王朝都在做的事情，中共只是延续了他的这个洗脑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再见。